我希望你可以離開休時，同埋我哋休家。如果想見阿 Rio 不如啦，唔使陪我啦。我有冇咁重色輕友同埋咁冇義氣啊？就中嗰個色啫，輕我呢條友。啊！如果唔係見你唔開心咧，如果你下次再係咁，我就唔睬你。仲有下次 Sorry 啊，我唔係咁嘅意思啊。唔好再飲啦，你飲咗好多啦。查到你知唔知？你知唔知我而家個心有幾辛苦？發生咗件咁嘅事，我哋大家都好唔開心。但係你要記住咧，唔係得一個人㗎。你仲有我，仲有 Nobel，仲有樓上，我哋全部人都會留喺你身邊陪住你㗎。我唔知你哋。仲多咗個同父異母嘅細佬添。你噏乜嘢啊？講個秘密你知。你係 Brian 嘅堂家姐，我係佢同父異母大佬，親過你，記唔記得？無啦啦 ，Brian 做咩做咗你同父異母嘅細佬啊？唔係無啦啦㗎。嗱，當唔係你二叔嘅親生仔，係高成嘅私生子。唔係高進俾我睇咗 Nana 嗰份 DNA 報告，我都唔信啊！佢哋的確係有血緣嘅兄妹關係。咪住，你啱啱先至話高進同志斌係同父異母嘅兄弟，咁高進點會同子立會係兄妹啊？爹哋，你唔記得咗咩？細嬸生嘅係一對龍鳳胎嘛，佢嗰陣時為咗討好爺爺，就拎起咗個仔當係二嬸生噶嘛。所以子南先至係你二嬸生。唔係噃，你啱啱先至話高進同子南係。呢個又涉及另一個秘密啦。細嬸親口同高成承認，當年為咗報復，因為俾人攞走咗個仔嘛，所以佢喺醫院自己私底下將子南同埋梓潼對調。咁而家梓潼其實係子南，死咗嗰個子南原來係梓潼嚟嘅。總之啦，名係唔重要嘅。當年嘅龍鳳胎咧，就係 Nana 同 Brian。咁而家證明咗 Nana 同高進係有血緣關係啊嘛，即係話 Brian 同高進係有血緣關係。估唔到咁狗血嘅劇情竟然發生喺我哋邱家嗰度。唉，你二叔知唔知呢件事啊？我諗唔知啩，以二叔嘅脾性，邊忍到咁耐啊？不過咁多年嚟，二叔對 Brian 嘅悉心栽培，我睇得出佢真係好錫 Brian。如果俾你二叔知道，志斌竟然唔係佢嘅親生仔，我真係唔知道會發生咩事。我淨係知道一樣嘢咯，二叔一定唔會俾優視嘅嘢落喺其他人嘅手上。愛嘅反面就係恨，竟然背叛自己係自己最親近嘅人。呢單嘢真係你二叔嘅致命打擊。爹哋啊，你覺得我哋應該點做啊？
如果呢件事爆出嚟，我睇我哋唔交別都幾難。但係紙包唔住火㗎，我唔覺得呢件事可以隱瞞幾耐。我覺得我哋要做啲準備。呢件事牽連太大，如果處理得唔好，後果好嚴重。我睇我哋要好好咁考慮下。我諗我有一件事要盡快解決咗先。你有冇搞錯啊？講好咗今日會收到第一期28億嘅貸款，你而家忽然之間話取消，係我叫 Rio，唔好過數住。個貸款出咗咩問題啊？不過貸款冇問題啊，有問題嗰係你。我有咩問題？你都唔係二叔嘅親生仔，即係話你根本唔係我哋邱家嘅人，所以冇資格承繼爺爺留低嘅10% 優氏股權遺產。你根本一早就諗。對唔住，就係我大陸冇打30年，幫你養仔養30年，今日我唔打死你個仆街，我唔姓邱。始終認唔到我老豆行咗去邊，都見過邊個？睇埋落去先。即係佢。有冇搞錯啊？連酒店 laundry 嗰個生意都係有2年招標一次，咁即係明恰人咋？我唔同你講住啦，姐夫翻嚟啦，我幫你問下佢啦。老公啊，你翻嚟啱啦，你嗰個好大佬啊都離晒譜㗎，話要將我細佬啊嗰酒店 laundry 生意啊2年重新招標喎，咁咪即係恰人咋？喂，我今日心情唔好，唔想聽你發牢騷，有咩遲啲先講。乜嘢遲啲先講啊？嚇！而家踩到上心口啊，仲遲啲先講？你唔係怎由得佢哋啊嘛？你頭先咪話咯，人哋2年之後會重新招標，冇話過唔侵你細佬玩啊！你搞清楚未啊？好，呢樣嘢我唔同你計住。不過邱氏基金會呢個主席咧，我一定要攞翻嚟做㗎啦。我諗過㗎啦，就用朱麗琪精神狀況有問題呢個理由，唱翻主席位嚟做。我睇你啊，都唔好得幾多嘅啫。計我話，你嘅精神狀況咪一樣有問題，一日到黑喺度鬧呢個鬧嗰個嚇。如果你咁叻嘅，你去揾我大佬，
去搶翻個主席位，同埋你細女啲生意翻嚟啊！你講乜嘢啊你？嗰個朱麗琪啊，攞咗我主席攞嚟做啊！你係叫我忍，嗰個店鋪啊攬炒，搞我命啊，差啲都冇埋啊！你係叫我忍，而家兩父女啊玩針對喎，你而家調轉頭嚟話我做錯做乜嘢喎？嚇係咁啊！要我忍氣吞聲受你休家一個月個氣。你講咩啊？我哋休家邊個要你受氣？所有嘢啊都係你自己搞出嚟㗎，我費事睬你。好啊，你唔睬我啊嘛？我幫翻向我係假道處，費事東人獨悲啊！容易，幫執行李。如果我話俾高進，你估下佢點做啦？
冇資格去承繼我哋邱家嘅財產，咁點做？所以你先下手為強，將你手上嘅股份去變為錢嚟攞走嘛。不過我唔怕話俾你聽，其實我仲未決定改唔改遺囑。佢而家睇你，佢多餘。爹哋，你聽我解釋好唔好啊？唔使解釋，爹哋。我話俾你聽，你即刻諗一個好聽嘅藉口，離開呢度，離開邱家，唔好俾我再見到你。如果唔係，我將你身世爆出去，到時你身敗名裂，咩都冇晒。我身敗名裂，你覺得同你冇關？你身敗名裂同我咩關係啊？啊！我繼續係大富豪，我有錢佬，你係咩啊？咩都唔係。你唔係我親生仔都啱嘅，咁鬼蠢，同我真係差天共地啊！你唔好以為我唔知道，高城出事嘅人，你根本唔係去見客，你係見高城。諗翻轉頭，高城嘅事肯定同你有關。做咩？想同我報仇啊？啊！你有證據我見過高城咩？啊！有證據嘛？攞出嚟俾我睇下。我有冇見過高城啊？關你咩事啊？最驚高進唔係咁諗嘅。如果我話俾高進，你估下佢點做啊？好吧，你说吧。你能不能做我一天的妈妈？可以嘛，就一天。答应你。妈妈，傻孩子。我回来了。爸爸，你回来啦！哎，你回来了，我正要给可儿做饭呢。哎，不用，你接孩子陪孩子够累的了，我来做啊，歇着。想吃什么呀，可儿？我想想，红烧猪蹄儿、红烧牛肉、辣子鸡，还有蓝莓山药，就这些。没了。啊。那我抱歉的通知你啊，刚才点的菜一个都没有。啊！哎，我只能做我现在有的呀，我吃现成的。哎，你别在这儿站着，你过去陪他看电视，交给我吧。哦。妈妈，你陪我过来看电视吧。啊？怎么啦？哎呀，怎么啦？你不是答应做我妈妈的吗？妈妈，哦。凯英啊，要不别做了，咱们点外卖吧。不是已经开始做了吗？哎，没什么吃的，点外卖吧，省事儿。那你要是累的话，我来做吧。不是累不累的，别做了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别做了，又不是过日子。
你好，还营业吗？营业啊，随便坐啊。好，谢谢。文静，余处，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这真是巧了哈！哎，您居然跟余处还认识？是啊。快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喝点茶水。哎，吃点什么呢？我这什么面都有啊。哎，余处回来都吃牛肉面，要不你也来一份？那我也来一份一样的吧。好嘞，马上啊！余处，您是吃完了？啊，我测一下啊。余处，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。这家店我每周都会来，倒是你这么晚不回家，在街上溜达什么呢？我下班的时候跟严律聊了聊钟颖的案子，心情不太好，所以出来走走。心系案情是好事，说明检察院没有看错你。有什么烦的，跟我说说。余处，叫姐。好，姐，我听说钟颖跟魏清明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，关系特别好，特别亲密，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呢？我理解不了。校园的恋情是最纯粹的，可人的感情是最难以捉摸的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感情永远不变呀。道理是没错，虽然感情会变，但也不能不念及旧情吧。钟颖再怎么也是孩子的母亲，魏清明这样做太绝了。有的人念及旧情，有的人就不念及旧情。喜新厌旧、背信弃义的事情，这1年来你看的还少吗？听起来有点消极啊。所以，我们更要珍惜值得珍惜的感情。你怎么样啊？我？
我带的东西都是孩子们他们目前能用得上的。你要是不想让我带，我把钱给你，你自己去买也行。哎，别，还是随你，随你。孩子他们都在哪儿？多多还好吗？啊，今天来了2个义工，陪孩子们在教室里面玩呢。义工。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。冷风吹，冷风吹，只要有你陪。有这姐姐。潘晓黎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到你啊！我也是最近才在这儿做义工的，这都能遇见，真的是挺有缘分的。缘分？谁跟你有缘分？你是跟踪我吧？不是，冤枉啊！今天明明是我先来的，要跟踪，也是你跟踪我吗？我跟踪你，调查你奇形怪状的生活吗？哼，骗子！我可没有骗你啊！上次是你自己说。姐姐，这个好难啊，我不会。没事儿，姐姐帮你。你笑什么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是说要不要我帮帮你？不用，最会这个。没看出来啊。你瞧不起我？敢不敢比比？比比就比比。好了。我也好。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这是艺术，你懂吗？你看你那个规规矩矩的，怎么让孩子发挥想象力啊？我这就不一样了，我横着也可以看，竖着也可以看，倒着也可以看，这是创意，这才是艺术品。姐姐，这就是艺术啊！这，哎呀，是吧？彤彤，今天上课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彤彤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。想什么呢？魏秋明还没找到呀？
所以，你是真的打算当钟颖的辩护律师了？他撞了你，你不追究他也就算了，还要去给他当辩护律师。有的时候，我是真看不懂你啊。我就是不想让1年前的好多事儿还纠缠着我。现在外面好多人都开始说咱们律所的坏话了。他们说坏话，根本不值得我在意。我在意的人只有你。天宇，我对你怎么样啊？我为了你，把孙超开除了，任着你的性子去了米兰1整年，对公司不闻不问，也算仁至义尽了吧？可是你毕竟是咱们律所的律师，你答应我的 CBD 计划1整年了，我一点水花都没有看到。没错，你是帮我舅舅打了官司，很大的忙。可是我的损失无意景是不会补偿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再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我可能就等不了你了。开始不相信我了是吧？从你回来到现在，你不是忙于私事，就是跟那个叫什么姜文静的纠缠不清。这样的你，我该怎么相信呢？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用去当这个辩护律师。在我看来，检察院根本就没打算起诉他。不起诉？其实钟颖的社会危害性不能说小，他自杀之前还开车撞过任天宇，他后来抱着儿子跳江，其实也算是自杀加杀人的行为。结局我很同情，但也是他自己导致的结果，所以我同样尊重你出的决定。天宇，这是法院中心分给你的指定辩护案件，嫌疑人叫钟颖。是你，是我。你还敢来找我？
那天在那天是我撞的你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也不会追究你的。你以为你这样，我就会感激你？我告诉你，我后悔让他们救我，我宁可我死了。我最后悔的是，我当时没撞死你。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孩子吗？别跟我提我的孩子，任天宇，都是因为你害成我现在这样，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别这么激动好吗？这样做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我还要什么好处？我什么都没有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想去死，我要拉着你跟我一起去死，我要让你死在我前面，任天宇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这几天要出去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吓我一跳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去哪了？出去买了点东西。今天来的时候，我反复的观察了一下，他好像没搬回来。他搬不搬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俩最近就一直没有碰到过？没有。没劲。哎，你前几天去福利院碰见潘小黎了？潘小黎跟你说的？嘴巴怎么那么大？不是，我是看他的照片里面看见你了，你们俩挺有缘分的。
去，怎么你也这么说啊？这1年我早就没理他了，碰到他是个意外啊。现在我的心里只有网上的那个小哥哥。潘小丽人挺好的，她这么多年一直去福利院做义工，而且风雨无阻的。不过说实话，上次我在福利院碰到他，确实对他有点改观。可惜他太呆了，一看就不懂浪漫，怎么可能适合我啊？哎，你跟任天宇分手1年多了，没有想过再找一个？我现在只想做好手头的事儿，其他的事儿懒得去想。奇奇怪怪的思想。江木静儿，你到底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真的不喜欢那谁了？是啊。不信，怂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能原谅他的不辞而别。你找他问清楚呀，问不清楚就骂他。你什么都不表态，让人家怎么办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哪还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？就这样吧，挺好的。我觉得你俩挺般配的。看着般配有什么用啊？终归不是一条路上的人。你还记得当初我怎么跟你说你们俩的缘分的吗？什么？你们俩家里一定有世仇，才来找你报仇的。瑶姐，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？睡觉睡觉。我觉得我说挺靠谱。任达律师，虽说我们律所承诺给你最大的自由，但是你也不能不来上班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啊！对不起啊，我生病了。生病了？你这一天天的不是生病就是私事，咱们的对赌协议是不是完成不了了？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实现的。不过这次是我真的生病了。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，争取早日康复。我在律所等着你，你可别枉费了我一片苦心啊！好。我的城堡是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风。承认个错误就这么难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是我弄他的。好消息，公安医院判定钟颖情绪不稳定，已经带他去做精神鉴定了。这算什么好消息啊？我还没说完呢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钟颖没疯。太好了。不过这样，
起诉他势在必行啊。可儿她好了吗？啊，已经没事儿，挺好的，就是老吵着要见你。她还是个小孩子，你真的要多陪陪她。是啊，我是一直想陪她。之前不是有你代劳吗？现在这手里的事儿越来越多了，钟颖的案子也没结。对了，钟颖这个案子，你准备怎么处理啊？还在讨论。反正这种案子你也知道，虽然他的经历呢让人同情，当时也有不得已的地方，但终究是涉嫌故意杀人嘛。这种案子情与法很难一致。是啊，情与法很难一致，所以这个案子不好诉。如果提起公诉，就算要求法院从轻判处，恐怕也会成为舆论的焦点。大多数人都不理解检察院的做法。因为不涉及自己，往往会把情放在第一位。我就怕到时候你承受的压力太大了。承受舆论的压力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。听说他们两个也是校园恋情，风风雨雨10几年，谁想到最后会走到这一步？像魏清明这种人啊，进入社会。这个环境一改变啊，再加上多种诱惑，那虽然初期可能会有良心的谴责、道德的约束，但时间久了肯定会变，不会再顾及旧情。是啊，人都是会变的。那人当然会改变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答应可儿过2天带她出去玩玩。我看孟初去了科技馆，我觉得那里不错。是吗？科技馆啊？哦，我听说游乐场也在搞活动，去游乐场也可以。哦，游乐场。我没说要跟你一起去，我带可儿2个人去。哦。啊，哎，你这些消息都哪儿听到的呀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你平时又不关心这些。哎，我这个爸爸当的真是太不称职了。我估计可儿也会这么想，只是他不说。我还是要说谢谢啊！虽然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会觉得我很见外，但是我真的想说谢谢，因为你实在是想的……哎，谁说人都是会变的？你看这些年你就没有变，你一直坚持对我说谢谢。哦，我也可以变。不用变，这样挺好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尹处和孟处杠上了，2个人都嚷起来了。是检察9部的孟处，钟颖的案子吗？是啊，尹处主张对钟颖相对不起诉。怎么孟处不同意？何止是孟处不同意啊，赵检都组织开会了，还说让我们过去挨个发表意见，说是顺便考察一下年轻人的业务水平。这个案子本身争议就很大，确实有必要研讨一下。我去找一下姜文静跟韩露，你先过去吧。啊，行。尹川，虽然这个案子不是你们1部的，但是作为检委会委员，你也应该负责任地发表意见。我可以对我的每一句话负责。你用这么一个有争议的理论来处理这么敏感的一个案子，你想过后果吗？我正是因为考虑过这个案子的敏感性以及它可能出现的任何后果，我才会提出这样的意见。你那是被舆论绑架，不是充分考虑。今天
我们开这个研讨会，一是讨论钟颖这个案子，二呢，我刚来咱们院，主管几个部门，很多人我还都不认识，借这个形式和大家认识一下，希望大家畅所欲言，尤其是年轻人，要踊跃发言，展现你们业务水平的机会来了。应酬。走，那你先来吧。赵检，这是我的助手，检察一部的潘晓黎。啊。那我就说了，尽管案中母亲钟颖的行为有不得已之处，但她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，她有义务去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。当时也是有能力去救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她松开自己儿子手的行为，应该是构成了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。虽然孩子没有死，但其受伤的程度不低于重伤。这么看来，他的杀人行为并不是没有造成伤害，这是当时逮捕他的理由。基于以上的理由，我认为应该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他。只不过量刑情节上，可认定他未遂。啊，钟颖当时手里抱着雇主的孩子，在那么湍急的江水中，你让他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施救呢？难道是松开手，让别人的孩子沉入水中呢？尽管真的是难以接受啊，但钟颖真的是可以这么做，因为保护自己未成年的子女是他的法定义务。他这样不就成了故意杀人了吗？不，从法律上来讲，钟颖没有义务救雇主的儿子，因为雇主的儿子是自己不小心失足跌入到江里的，而且那个时候又不是钟颖的工作时间。现在嫌疑人放开了雇主的儿子，他并不触犯刑法，但是换成自己的孩子就不行了，因为对自己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是不分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。我们之前逮捕钟颖，这就是主要理由。现在我们主张起诉他，这也是主要理由。至于孩子没有死亡，这是量刑情节的问题，不影响定罪起诉。你看老孟啊，这个钟颖啊，如果不是因为他雇主的孩子不会一路跟到江边，也不会失足落入水中，钟颖作为保姆是有义务施救的。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，嫌疑人无论是对自己的儿子，还是对雇主的儿子，都有救助的义务。但是客观原因造成，嫌疑人不能同时救助两个人，这两个救助义务之间就产生了冲突。银川是想拿这个义务冲突来给嫌疑人出罪，但请注意，本案中嫌疑人这种义务冲突是由他之前故意行为造成的，故意造成义务冲突，然后用义务冲突给自己脱罪，恐怕不行吧？如果按照您的说法，钟颖无论怎么做，都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责任。可是当时他没有别的选择，法不强人所难，我们为什么非要诉他故意杀人罪呢？况且现在人没有死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你不是一直说要看看孩子吗？谢谢，谢谢警官。走吧。法不强人所难，但要给一个人出罪是需要法律依据的。你觉得他不构成故意杀人罪，请你说出法律依据。还有谁觉得定不了罪的，都发表一下意见吧。从你开始吧。我还没有想好。我想到了。啊，张检，这也是我们检察一部的江文静。啊，
钟颖是为了让一个生命免受到正在发生的危险侵害，但钟颖跳下江救人时，忘记安顿好自己在岸边的儿子，一股脑的带着儿子也跳了下去，这是疏忽大意的过失，最后导致儿子重度昏迷，受伤程度不低于重伤，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。这只是一个相对较轻的罪名，被害者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远远大于我们对他提起公诉的痛苦。所以我认为可以对他相对不起诉。生命和生命能比较吗？在特定情况下能。什么特定情况？如果不牺牲这个人，他也活不长的话，并且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。你怎么就能确定钟颖的儿子必死无疑呢？但也有可能他们3个人一起沉下去。